上回书说到，索隆与山治双双爆发，百兽海贼团最强的2个战斗力金和奎因终于败北。路飞与凯多的战斗进入了下半场，几乎不相上下，花落谁家很难预料。结尾，世界政府的军舰群抵达和之国近海，同一时间，佐岛的相主也到达了和之国。空白的100年，历史正文、乔伊波伊这些世界的谜底正慢慢浮出水面。宅邸1楼，乙藏紧急救援，帮助乌索普3人逃脱，而自己却被这群杂兵打成了重伤。真是小看这些人了，毕竟再烂也是百兽海贼团的士兵，而且人数众多，就算是自己也很难抵挡。乙藏暂避锋芒，逃到了地下1层。在地下1层，乙藏遇到了2名 CP0 的特工，为首的李茂南捂着额头，表示非常头痛。就立场而言，身为世界政府特工的他，绝对不能放过犯下滔天大罪的白胡子海贼团的残党。但眼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草帽一伙，根本没有精力和乙藏出手。李茂南提议，我们还是当做未曾会面吧，之后我们还会再见的。2名特工说罢就要离开。乙藏听说他们的目标是草帽一伙，于是叫住了2人。结果不必多言，乙藏为了将艾斯白胡子老爹的意志传承下来，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，与2个世界政府的特工打起来，最后极限1换1，带走了1个，重伤了1个。李茂南气得大骂，为什么白胡子的残党会帮助草帽一伙的小鬼？没时间了，必须赶快抓住尼可罗宾。这时李茂南的电话筒响起来，他接起来一听，是与自己一同到达和之国的高个子面具男。高个子转达了吴老星下达的命令，现在必须将草帽小子消灭掉。李茂南惊道，开什么玩笑呢？草帽小子正在和凯多战斗，你是叫我去干扰凯多的战斗吗？高个子回复道，正是明知道不可能也要去做的事情。从上一回书中泄露出的信息，我们大概可以猜测，让吴老星恐慌的那颗恶魔果实正是路飞拥有的橡胶果实。从福兹福因为弄丢了橡胶果实被问责，到吴老星谈到觉醒时脸色大变，看来橡胶果实让天龙人非常忌惮。为了防止路飞在战斗中觉醒果实能力，吴老星决定插手凯多的战斗，将路飞抹杀。这些话被后面的德雷克全部听在耳朵里。宅地地下武器库，大河终于赶到了武器库。与此同时，那个黑乎乎全身冒着火焰的怪物也穿过了上层的地面来到这里。眼看他身上的火焰就要点燃武器库了，无视冰牙，大河喷出寒冰将火药冷冻。火前坊的火焰已经触碰到了火药，火焰与寒冰接触后发出刺耳的嘶嘶声。大河抡起棍子冲过去，一棍子拍在火前坊的头上。会场层，暴走的大妈将基德和罗揍得瘫倒在地，爬不起身。2名船长的手下们想来支援，大妈一发天满大自在天神，将这些小兄弟们击倒。这一层已经没什么挑战性了，大妈乘坐赫拉，准备直接前往屋顶，与凯多一起将路飞解决掉。罗挣扎着爬起身，在鬼窟上赋予了 K room， 鬼窟被拉长后，一刀把大妈捅了个透心凉。大妈知道这一招的厉害，大喊一声住手，冲击波动。罗再发大招，大妈惨叫一声后从上空摔落。现场那些被大妈变成霍米斯的飞通烂铁见状，包围上去围攻罗。基德将飞通烂铁吸在手边，一个庞然大物被组装起来。大妈笑道，对我的这颗脑袋就这么感兴趣吗，小鬼们？基德笑道，总感觉自己是在为其他的目的而行动。上面的凯多算算时间，应该也差不多要输了，只要时间足够，谁就可以把石头击穿，免疫伤害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。瓷器大魔牛，基德用飞通烂铁组装了一个比大妈还要巨大的钢铁蛮牛，蛮牛发疯一样一头将大妈撞翻在地。大妈口吐舌头，看样子好像快要不行了。凯多军的杂兵们一阵嘈杂，四皇大妈不会就这么被打倒了吧？反观基德这边，船员们欢呼雀跃。基德这一招对敌方来说完全就是大受打击。罗有些不愿意了，每次都是这样，等我放了大招，这小子才华丽的亮出一击，搞得好像所有的功劳都是他的一样，就会拿老子当铺垫。基德不爽的说道，干嘛计较那么多啊？罗怒道，下次你先攻击好了，记得把伤害给我打满，由我来收尾。两人正争执不下，大妈缓缓爬起身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从内部产生的冲击波波及到肋骨了呀。特拉法尔加的招式还真是危险啊。大妈经过刚刚罗和基德的攻击之后，身上多处骨头骨折，他用自己的能力赋予骨头生命，让骨头自行连接在了一起。罗对基德说，兄弟，我有点慌了，不和你开玩笑，我的体力只能撑住最后一击了。大妈把赫拉、普罗米修斯、拿破仑召唤到手边，组成比皇帝剑还牛逼的明光剑，
一剑扫出去，基德的瓷器大魔牛就变成了瓷器破烂牛。小鬼们，你们的白日梦就该到此为止了。像你们这种新手，我们埋葬到海底已经几百个了。你们还没断奶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君临这片大海，几十年来从未间断。基德跳到大妈正前方，在大妈的额头上赋予 S 磁级，在大妈身后的铁板上赋予了 N 磁级。啪的一声，大妈和铁板牢牢地站在了一起。接着，基德的司机大魔牛再次重组，向大妈横冲直撞，狂奔而来。大妈要是再挨上这么一招，嘴里的假牙估计都要卷飞了。大妈急中生智，把身后的巨型铁板扛起来，直接撞碎了大魔牛。模仿炮3000里。大妈抡出明光剑，赫拉从剑上脱落后，带着万丈雷霆击向基德和其他的吃瓜群众。罗用指挥棒抬起破烂的塔楼，将塔楼狠狠拍在大妈的身上。趁大妈暂时被困住了行动，罗跳起身来，再次将鬼窟附上了 K room。大妈撞飞了压在身上的碎石，罗跳到大妈身上，将鬼窟插进大妈的胸口。又是你这个家伙，特拉法尔加！这一次，罗的鬼窟直接穿透大妈，从轨道戳破了空中的薄云，深深插进了和之国的地下，仿佛一根连接着2个岛屿的擎天柱一样。大妈一拳接着一拳砸在罗的身上，罗咬牙扛住大妈的拳头，继续将鬼窟深入地面。罗的船员们惊叫道：“船长，你会被活活打死的！”终于，鬼窟达到了发动最后大招的深度。罗最后一招冲击波动，直接将鬼岛崩出了一个深坑，连同下面和之国的土地也被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。大妈扛了这一招后，口鼻不断喷血，几乎失去了作战能力。动手吧，尤斯塔斯当家的！基德早就已经在大妈的正上方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只见一个巨型口径的激光炮由上空对准了大妈的脑袋。基德大喊道：“别对我下命令，特拉法尔加！”大妈喷出一口鲜血，依然斗志昂扬：“有本事就打过来，老娘可是背个妈妈！”基德大吼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才要干掉你！电磁炮！”大妈不愧是怪物，在内脏受到重创之后，承受着基德如此强大的火力，居然与基德搞起了拉锯战。电磁炮的冲击波打在大妈的身上，大妈居然面不改色，甚至还笑出了声音，真的是太变态了！小鬼们，做个选择吧，把我这玩意儿弹回去的瞬间，你们就要做出命运的选择，是献出50年的寿命，还是成为我的奴隶 ？Life or slave！ 大妈发动的灵魂咒语，现场那些听到大妈的人，灵魂从身体里被剥离出来，只有基德和罗2人无动于衷，因为他们2个对四皇根本没有一丝恐惧。基德道：“这不过是将死的老太婆吓唬小孩的把戏罢了，我怎么可能直到现在还吃这一套？”罗平静地说：“四皇临终前的悲鸣，想必会非常刺耳吧？”罗根据克拉松的招式创造出了一种消音手术，把这个丢到大妈的身上，大妈发出的任何声音，外界都听不到，她的灵魂咒文自然也失去了作用，连她召唤霍米茨的声音也被阻隔在了里面。基德加强了电磁炮的火力，巨大的冲击把罗连同一边的赫拉一起震飞。大妈被这股冲击炮顶进了地下，从宅邸冲到了地下武器库，最后冲破了轨道，狠狠地摔在了和之国的海岸边。罗杰呀，你当初干嘛要说出那番话呢？整个世界都被你耍得团团转。大海贼时代，你一死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但被迫和那些前来挑战的小鬼们交手的，可是我们。连成一片的大秘宝究竟是什么？死之前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啊！真是不甘心啊！一代豪杰四皇大妈就这样带着无限的遗憾坠落在了和之国，不败神话就此崩溃。获胜者尤斯塔斯基德特拉法尔加罗，四皇的地位终于被撼动了。和之国的屋顶不断剥落，与大妈的战斗波及到了各个楼层。基德无力地望着坠落碎石的上层，绝望地说：“要做些准备吗？准备对付凯多。”罗说：“不用了吧，如果下来的是凯多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对抗他了。”地下武器库里，火箭法受基德的电磁炮波及，卷入其中挂掉了。刚刚的战斗惊险让人不禁捏了一把汗。好在大河提前将武器库的火药全部冰冻住了，否则基德的一发电磁炮有可能直接引爆武器库，把鬼之岛炸毁。大河从破烂的地下武器库墙壁能直接望到外面的夜空。奋力拉扯燕云的陶之助路过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互相都很惊讶。陶之助焦急地说道：“你能相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，在下实在腾不出手来，麻烦就这样听着在下继续说。”相主正朝着我们这边移动。大河惊道：“是玉田的日记里记录的那头大象吗？”陶之助说道：“没错，这是800年前犯下罪行的乔伊波伊的伙伴。”
相主来到和之国后，与陶之助简单对了几句话。他告诉陶之助，自己在等待着他的命令，自己是为了与他一同作战而来到这里的。听闻此话，大和十分激动。小兄弟果然不是一般人，看来正如玉田所想的那样，你就是那个能将世界引至黎明的那个人。可惜的是，玉田把日志中最重要的几页给撕掉了。罗杰和玉田在最终之岛上到底看到了什么而发笑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些事情都不得而知。陶之助说，父亲他并不是一个预言家，如果他现在身处此地，还能说出让这个国家开国吧这样的话呢？在下头脑愚笨，若是开国会让和之国的人们陷入危险之中，那在下宁愿不开国。宅邸3层的走廊，雷藏与福禄寿对峙了多集，一番忍术较量后，两人互相用束缚术将对方控制住。大火逐渐蔓延到了连廊，两人都命悬一线。最后雷藏的气运似乎更好一些，福禄寿率先被大火吞没，倒在了连廊的一片火海之中。此时在2楼宝物店，梅斯托大蛇听闻一阵琴声，拉开屋门，他惊呆了，竟然是他最心爱的小紫。大蛇喜出望外，眼看火焰就要将这一层吞没了，大蛇却没有等来自己的忠实走狗福禄寿，他急了。而小紫还在后面不慌不忙地弹着手中的6弦和琴。烦躁的大蛇怒骂：小紫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演奏个什么呀？已经够了，快停止演奏！突然屋顶倒塌下来，正好砸在大河的身上，将他埋在废墟之中。大河被砸得口吐鲜血，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无法变身了。这时小紫缓缓开口说道：你在惊慌失措之下都没有察觉到，为了让你无法变身成怪物，我悄悄用海螺石的钉子捅了你。大河惊愕地尖叫道：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深爱着老夫不是吗？小紫笑了，竟然说我爱你，真是可笑，我对你没有丝毫的好感。巧的是，你写的这首曲子《月姬》也是我父亲光月玉田所钟爱的曲子，弹奏它的时候，我又岂会展颜欢笑呢？大蛇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什么父亲？穹顶之上，路飞凯多打得难分难解，两人已经用见闻色霸气察觉到了大妈的败北。凯多突然暴怒，原来如他一样冷血至极的怪物也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。凯多比大妈要晚加入洛克斯海贼团，论辈分，凯多在大妈之下。那时候凯多仅仅15岁，而大妈还是一个高挑纤瘦的美女海贼。刚入伙的凯多内向低调，大妈主动与凯多结伙，并特意嘱咐凯多，是第一次和洛克斯搭伙吗？那个男人可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不要信任他，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很难想象，当时颜值可以匹敌女帝的大妈，现在居然肥成这番模样。当然，这不是凯多回忆的重点，重点是海贼圈子里唯一一个被凯多当成挚友的人被打倒了。凯多感叹道：回想起来，我们也相识很久了呀，老太婆，我们不是刚刚共同起誓要去把大秘宝抢过来吗？凯多悲从心起，竟一时忘记了正在和路飞决斗。路飞变身4档蛇人，对着凯多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你们的野心什么的我都不在乎，但至今为止，因为你这个国家的人连饭都吃不上，这是我最后的4档，直到我力竭为止，我都不会停止攻击的。唯独你，我绝对要把你轰出和之国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下期高能预警：解放的战士乔伊波伊归来，路飞5档新形态太阳神尼卡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